想象一下，你的手机突然跳出一个神秘 app， 标题写着 Girigo， 说能实现你任何愿望，要钱，要名，还是要那个暗恋已久的对象。你随手点了一下，愿望居然真的成了。但下一秒，荧幕弹出一个24小时的倒数计时，当归零的那一刻，就是你的死期。这不是什么网络都市传说，而是 Netflix 最近红到发紫的惊悚影集《夺命许愿》。如果你还没看，老头 Z， 我劝你先深呼吸，因为这场游戏一旦开始就没有回头路。这部剧刚上线就横扫全球排行榜 ，IMDB 开盘拿下了7.2分。虽然不是那种神级高分，但它的讨论度简直高到爆炸。导演是拍过《Moving》异能的朴允瑞，看过异能的人都知道，这导演最擅长的就是把超自然元素拍得像发生在你隔壁邻居家一样真实。在开始聊之前，先拜托大家动手指点个订阅。老头 Z， 我这把年纪还是在熬夜帮大家避雷，就是希望演算法能让你们少看点烂片，多看点像这样能让你心跳加速的好东西。故事发生在西林高中，一群看似平凡的高中生，因为这个叫 Girigo 的应用程式卷入了地狱般的漩涡。大家可能觉得这设定有点像《死亡笔记本》或是绝世网红的黑暗版。但夺命许愿更狠的地方在于，他把愿望跟社群媒体绑在了一起。在这个人人渴望被看见、渴望成功的年代，如果只要点一下荧幕就能翻身，谁能抵挡得了这种诱惑？即便代价是那串冰冷的数字，依然有人前仆后继地跳进火坑。说实话，这部剧在目前繁杂的韩剧市场里能脱颖而出，真的不意外。他抓住了现代人那种对科技的焦虑感，再加上那种韩剧特有的校园霸凌与阶级斗争调料。你看着这群年轻演员，全昭映、康美娜、白宣浩，虽然脸孔相对新鲜，但演技却出奇的稳。尤其是女主角全昭映，她那种从纯真到被恐惧吞噬的眼神转变，老头 Z 我看了都觉得后脊发凉。这部剧目前在 Netflix 上全集上线，绝对是你周末消磨时间的首选。不过，如果你以为这只是部单纯的校园惊悚剧，那你就太天真了。朴导演在里面埋了很多关于欲望代价的隐喻。这部剧并不是在讨论鬼魂有多可怕，而是在讨论当人类握有无穷权力时，内心的恶念会如何像病毒一样扩散。在第一部分，我们看到了规则的建立，但真正的恐怖是在规则被打破之后才开始。准备好了吗？接下来我们要深入解析这款知名 App 背后的运作机制，以及那些让人细思极恐的细节。影集的核心机制非常残酷，愿望越大，倒数计时就越快。如果你只是想要一顿免费午餐，可能还有几天好活。但如果你想要的是改变命运，那不好意思，24小时就是上限。这种设定直接把角色推向了心理极限。你可以在剧中看到，有人为了救回死去的亲人，明知必死，无疑还是点下了确认。老头 Z， 我在看这一段时，心里一直在想，如果是我有勇气为了那短暂的光芒去交换永恒的黑暗吗？剧中的视觉效果处理得非常出色，尤其是那个倒数计时的出现方式，它不是浮在荧幕上，而是像烙印在人的视网膜里一样。这种无处可逃的压迫感让观众也能感同身受。再加上那些超自然死亡的场面，虽然没有过度血腥，但那种命中注定的绝望感比直接喷血孩要让人难受。这里要夸一下编剧朴忠燮，他把科技与神秘学结合得非常巧妙，让 Girigo 这个 App 听起来像是一个现代版的炼金术。最有趣的是，剧中展现了不同人面对死亡的反应，有的人崩溃发疯，有的人则试图利用剩余的时间去报复那些曾经伤害过他们的人。这种人性大乱斗才是夺命许愿最好看的地方。你会发现，原来最可怕的不是那个会杀人的 APP， 而是那些被 APP 激发出来的疯狂念头。这让我不禁想起老头 Z 我以前看过的那些老派恐怖片。虽然道具简陋，但那种探讨人性的深度在这部现代影集里得到了很好的继承。这里有个巨大的反转，老头 Z 我一定要提。就在大家以为只要不许愿就没事的时候，剧集突然抛出一个震撼弹，原来不许愿本身就是一种选择，而这种选择同样会带来连锁反应。这个反转锚点直接把影集的格局从个人悲剧拉升到了社会预言。如果你以为坐在观众席就能独善其身，那你就错了。这种让你重新思考不作为代价的设计，简直是神来之笔，直接让这部剧从普通的校园恐怖片晋升到了具备深度解析价值的佳作。想象一下，你站在西林高中的走廊上，周围是急促的呼吸声和此起彼落的手机铃声。你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机，荧幕上闪烁着那个神秘的图示，而你最好的朋友正哭着，求你帮他许一个愿望来救命。在那个当下，你会是那个冷静的旁观者，还是会为了友情跨出那毁灭性的一步？这种代入场景是这部剧最成功的地方，它逼着你把自己放进那些青少年的处境里，感受那种被逼到悬崖边缘的窒息感。回归现实，这部影集的结构其实非常严密，
每一集的结尾都会留一个让你不得不点下一集的钩子，这种节奏感确实有 Moving 异能那种大片风范。但随着剧情推进，我们也会发现一些让人想吐槽的地方。毕竟没有任何作品是完美的，即便是现在红透半边天的《夺命许愿》也不例外。接下来，老头 Z 要开启尖锐评析模式了。那些对这部剧有滤镜的朋友们，建议先做好心理准备，因为我要说的话可能会有点刺耳。老实说，虽然我给这部剧评价不错，但里面有些角色的智商真的让我想撞墙。特别是到了第5、6集，有些角色明明知道许愿必死，还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纠结，最后导致一堆人陪葬。这种为了推进剧情而强行降智的桥段，真的是恐怖片的通病。我坐在沙发上，看到那个男配角为了证明自己很酷而许愿的时候，我真的差点把嘴里的咖啡喷出来。老头 Z， 我活了这么久，还真没见过这么急着去投胎的。再来说说那些老掉牙的韩式校园套路。虽然这部剧加入了超自然元素，但底子里还是那一套。霸凌、家长压力、贫富差距，并不是说这些不能拍，而是拍得太过于公式化了。那个校园恶霸的形象，简直是从几百部校园剧里复制贴上过来的，一点新鲜感都没有。我觉得朴导演应该把更多精力放在开发更具创意的愿望副作用上，而不是在那边重复演那些我们早就看到吐的校园暴力戏码，这让影集的后半段显得有些疲软。另外，虽然视觉特效不错，但有些灵异场景的设计还是太过保守。对于一个看过无数恐怖片的老油条来说，这些跳跃惊吓 jump scare 的点真的太好猜了。音乐一停我就知道要出事儿，镜头一拉近我就知道鬼要出现，这种预测感会大大降低观影的乐趣。我觉得现代影集应该要学习如何营造那种不寒而栗的氛围，而不是靠突然的大声音来吓人。这点夺命许愿做的只能算是合格，离神作还有一段距离。不过尽管有这些缺点，这部剧在人性博弈的描写上还是值得肯定。它让我想起了一个很经典的问题：如果全世界都疯了，只有你是清醒的，那清醒的你是不是才是真正的疯子？剧中那些为了生存而背叛朋友的情节，虽然写得狠，但却无比真实。这也正是为什么虽然我一边吐槽这部剧的逻辑，却还是忍不住一口气把它看完的原因。因为它触碰到了我们每个人内心最深处的那种对生存的原始渴望。所以，如果你是一个追求逻辑严密、完全不能接受角色降智的硬核悬疑爱好者，这部剧可能会让你血压升高。但如果你追求的是那种快节奏的感官刺激，以及对人性黑暗面的窥探，那么夺命许愿依然能给你带来很大的满足感。在这一部分我们聊了槽点，但影集的最终评价还得看它最后是怎么收尾的，是沦为烂尾垃圾，还是成功升华。老头 Z， 我接下来要聊聊它的结局，以及它带给我的最终感悟。说到结局，老头 Z， 我不打算在这里剧透，但我可以告诉你，这是一个非常有余温的收尾。他没有给出一个皆大欢喜的答案，也没有为了黑而黑，而是留下了一个开放式的思考题。当所有的尘埃落定，你会发现，那个杀人的 App 可能从来都不是重点，它只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每个人心底最丑陋也最真实的一面。这种处理方式虽然不算新颖，但在现今这个浮躁的串流时代，能安安分分讲完一个关于成长代价的故事，已经很难得了。那么，到底什么样的人适合看这部剧？如果你喜欢僵尸校园那种紧张感，或是对鱿鱼游戏那种生存竞赛欲罢不能，那《夺命许愿》绝对是你的菜。它具备了韩剧一流的制作水准，虽然有些小瑕疵，但整体瑕不掩瑜。对于老头 Z 来说，这部剧最大的价值在于它提醒了我，在这个资讯爆炸、欲望横行的时代，守住自己的底线到底有多难。看完这部剧，我真的有整整半天不敢去碰手机。这种后劲确实不简单。总结一下，《夺命许愿》是一部非常有诚意的类型片，它成功地把超自然恐怖、青少年心理与科技焦虑糅合在一起。虽然有些剧情稍微显得刻意，但演员的表现和导演的调度都弥补了这些不足。它不一定会成为那种影史留名的神作，但它绝对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商业观测。老头 Z 给这部剧的建议是，不要带着太重的心理负担去看，把它当成一场关于欲望的过山车，你会发现其实还挺爽的。最后也别忘了把这部影片分享给那些整天说想中头奖的朋友，让他们也冷静冷静。好了，这期影视观测站就到这里，现在换老头 Z 来问问你们，如果那个 GiRiGo App 真的出现在你的手机里，而你只有唯一一次机会许愿，但代价是24小时后死亡，你会许什么愿？还是你会选择直接把手机砸了？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答案。如果是为了拯救世界，我可能会许愿让全世界的演算法都推荐我的影片，这样就算死了也值了。记得订阅、按赞、分享，我们下部片见。